1983年冬，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小办公室里，32岁的王石把一张300万的对账单拍到办公桌上，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。他才刚刚调到这里8个月，而就是这短短的8个月时间，他妙手操作，把东北的玉米贩运到深圳，卖给当地的鸡饲料厂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这桩生意，王石不仅全程没掏一分本钱，而且合法合规。后来，王石总是得意地对外宣称，这就是我的第一桶金，干干净净。今天，咱们就来说说王石的这段白手起家史，看看王石到底是怎样干干净净发大财的。王石1951年出生在柳州，父亲王辉是柳州铁路局局长，母亲是南下的转业军人，一家子铁路制服、家军大衣的标配。作为铁路子弟，王石从小在铁路边长大，听惯了汽笛，看惯了火车，这咣当咣当的节奏，后来成了他早期生意的节拍器。60、70年代，王石先参军，其后又凭着铁路系统的工农兵学员指标，进了兰州铁道学院。当时恰逢全国铁路大整修，王辉作为技术干部被借调到广州搞技改。26岁的王石也被分配到了广州铁路工程段当技术员。那年代，局长的公子也得熬工龄。王石学的是挤排水专业，干的是施工，经常风餐露宿，睡30多人的工棚。王石志不在此，常常偷懒在工棚里研究政治经济学，读大卫·科波菲尔，等待着命运的转机。果然，读书改变命运。1977年，他和发小王江穗结婚，这桩婚姻把他的人生难度直接降了2档。岳父王宁当时是广东省委副书记，所以说先成家后立业，这话一点没错。你看人家王石一结婚，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。1980年，广东省第一次面向社会招干，王石轻松过线，以招聘干部的身份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工作，一下子从满身臭汗的铁路工人变成了人人羡慕的省委干部。那年代对外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，外经委是个炙手可热的部门，办公室在沙面小岛上，殖民时期老洋楼，地板踩上去咯吱响。王石兴奋极了，他跟着领导见外商谈项目，第一次摸到了政策批文、外汇这些门道，为他后来下深圳大展宏图奠定了基础。现在网上流传着王石愤然辞职下海的故事，其实根本没那回事儿。真正的故事是这样的：1983年初，王石陪岳父接待深圳黄岗村村长。从村长口中，他了解到5年前他眼里的琼鱼村，居然已经是家家小洋楼了。王石大受刺激，他在单位待不住了，一心想去深圳闯荡。但他没有拍桌子，更没辞职，而是先摸清政策。当时政策允许省直机关外派干部到特区创收，王石立马申请。于是1983年5月，32岁的王石拎着人造革公文包，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深圳。他的人事关系仍挂在广州，副科级不变，工资省里照发，但身份变了。他被外派到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贸易部，当起了合同任务干部，自筹资金，自负盈亏，独立核算，利润55分成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：编制别丢，牌子借你用，生意自己拉，赚了大家一起分钱，赔了滚回省里上班。就这样，他从体制的零部件变成了操盘手。深特发是深圳市政府的钱袋子，他半官半商，没有什么固定业务，但能批土地、批政策、给指标、给批文。公司内部直接按贸易品类设科室，粮食科、化工科、电子科、仪器科、建材科，缺啥开啥，赚钱各显神通。当时的深圳就像个大工地，到处开发，尘土飞扬。王石初来乍到，手里1枚资金，2枚客户，3枚货源。他借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，在街头乱窜，名曰扫街，其实就是找生意。一天，他转悠到蛇口港，一眼就看到了3座铁罐大仓库，门上挂着进口玉米的牌子。进口这么多玉米做啥用呢？好奇心一起，他钻进去问仓管。这一问可不得了，直接问出了他的第一桶金。1983年5月的深圳热得跟蒸笼一样，王石骑着那辆永久单车，沿尘土飞扬的马路一路踩到蛇口。此时他头衔很唬人，深圳特区发展公司饲料科科长，可科里就3人，他一个出纳，一个刚毕业的中专生。
账上资金为零，办公资产就2张桌子、1部电话。王石先跑遍深圳、东莞、惠州的饲料厂，问的是跟码头上同样的问题：你们的玉米哪里进的货？回答千篇一律：香港进口。为啥不从国内直接买？国内是便宜，但没有批文，没有车皮进不来。一句话把改革初期的死结说透了。当时玉米是1类商品，出省得商业部准运证加省粮食局计划单。广东粮食缺口大，指标优先给了口粮，饲料粮根本不批。东北各省又下了禁运令，没省长条子别想装车。再加上当时铁路运力紧张，车皮批不到，海运更是连航线都没有。港资企业更惨，他们卖饲料给香港机场赚港币，手里没有人民币，想在国内买粮得先结汇。当时官方汇率虚高，光手续费就得3%，审批流程长达1个月，这么操作，一吨得损失几十块。搞清楚了问题所在后，王石心里有了数，他算了一笔账，每个月深圳的饲料厂玉米缺口至少上万吨，港货800元每吨，东北出库价540元，中间有260元价差，刨除运费、路途折损等，就算每吨只赚50-60元，每月也是50万的利润啊！要知道，当时王石的月工资才52块，这是体制的夹缝，只要能钻过去，就能发财，发大财。金矿的诱惑下，不爱钱的王石脑子也开动了起来。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抱着经济特区条例、深特发的资质清单，冥思苦想了好几天，一条干干净净的发财路线图成型了。用特区附进口政策绕过所有计划管制。当时深圳规定，特区企业用外汇结算的原料、燃料、设备等视同进口，免征关税，不计内地计划指标，也不占广东省进口配额。王石拍板，以深特发的进出口权，先以出口的名义采购，再附进口到深圳，这样内贸就披上了外贸的外衣，计划经济壁垒瞬间失效。政策路线有了，可饲料企业手里根本没有人民币，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？王石有办法，他让港资饲料厂通过香港的银行向深特发开即期信用证，这是一种外贸上常用的信用票据。只要卖方把贸易提单交到国内担保兑付的银行，银行立刻就会把货款垫结给对方，饲料厂不用换汇，卖方粮库又能及时拿到人民币。王石打着广东省外经委和深特区发展公司的名头去东北谈判，采购7000吨玉米。他把深特发的介绍信和信用证开证电文摆在桌面上，向粮库经理保证：我们用信用证结算，发货日期贵库可锁死，货一发出，您就拿提单去中行，当天人民币到账比现款还快。果然粮库动心了，当场签字，第一单7000吨玉米锁定。钱货2句，只差运输了。王石首先想到的是熟门熟路的铁路，但当时的铁路可是铁老大，从东北到深圳每吨运费要50元，先付费没得谈，运期至少半个月还没法保证。王石手上没钱，饲料厂又要保证交期，只能另辟蹊径。当时恰逢深圳赤湾的散货码头落成，他亲自跑到赤湾港考察，确认可停靠10000吨级散粮船。于是他拿着玉米采购合同到广东省海运局公关，他把合同、信用证副本都摆在桌子上，跟海运局谈开辟大连到赤湾的临时航线，并要求船先走，半年后结算运费。据他自己回忆，当时海运局正愁北方货源不足，看到自己手上的货源，事儿当即就办成了。至于王石为啥在省里办事那么顺利，我想可能是因为他长得帅吧。就这么着，王石又用干干净净的方式套来了一条货船，干净的很有水平。他用搞来的2组车皮把货运到大连港，装船直发深圳。1983年6月，第一船7000吨玉米就这样装上了辽海302轮，7天后抵达蛇口。货一到港，王石押着样品直奔正大康地饲料厂，含水、破碎、杂质全部达标，价格680元每吨，比香港货便宜120元。采购科长当场拍板，全收，几千吨玉米当天过磅，当天收款，还上了深圳晚报头条，标题是特区速度。这单生意净赚了大约70万的利润，按省里切一半，市里切30%，科室留1成半，个人拿半成的比例分配。王石给省里市里创造了几十万的效益，自己的兜里也多了3-4万块钱。在80年代，
这可是一笔巨款了。不到3个月，王石已经把玉米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一船船的玉米已经堆满了蛇口的仓库，他不得不临时弄来铁路篷车，把4000吨散粮转运到笋岗北站堆场，暂时堆放3-5天。谁知这一堆却堆出了大问题。1983年8月初，王石的玉米还堆在北站，香港几家媒体突然同时在头版爆出鸡饲料含致癌物的消息。这个消息并无实据，但报纸上“吃鸡等于吃毒”的黑色大字和那只掉了毛的母鸡却极具冲击力。港人闻鸡色变，鸡肉销量3天下降了70%，鸡卖不动了。当时香港每年进口鸡饲料30多万吨，这个消息一出，整个华南的饲料产业链都被吓趴下了。饲料厂纷纷取消订单，王石刚到的4000吨玉米瞬间从香饽饽变成了烫手山芋。8月的深圳一天一场暴雨，玉米沾水便发芽、发酵、发霉。更糟的是，4000吨玉米把整个笋岗北站占得满满当当，城市的口粮、煤炭都进不了站。深圳市交通指挥部当场下了通牒，3日内清货，否则没收并罚款。王石连夜跑到指挥部领导家里求情，可是这回事关重大，长得帅也不好使了。关键时刻，他想到了岳父的老朋友黄岗村村长，他冲进黄岗村，表示只要能弄走玉米，哪怕半价甩卖也行。村长立刻召集当地养鱼户，玉米大降价，400块1吨，要多少搬多少。就这样，大家开始到火车站搬玉米。渔民本身买的倒不多，但笋岗北站有便宜玉米这个消息在养殖圈里就传开了。第2天，一家东莞养牛场开着拖拉机队赶来，把剩余玉米一次扫光了。站台是空了，但钱血本无归。王石一算账，心都碎了，进货价加运费加罚款，40万利润全赔光，还倒贴70万。王石被放倒了，他一夜暴瘦，在床上躺了好几天。他后来回忆，当时连自杀的心都有。王江遂闻讯赶到深圳，他给王石煮了一碗素汤面，安慰他说：“做生意有赚有赔，赚不着钱，大不了回去上班。”吃着老婆煮的面，王石呼啦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他口里默念：“我就不信香港人还不吃鸡了。”第2天，王石买了机票直飞东北，他冲进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，柜库库存我全要了，1.5万吨。接着他又到天津、青岛，如法炮制，一共定下3万多吨玉米。此时他账挂着巨额亏损，但谈判核心只有一句：信用证支付或到深圳100天后结算。其实王石此举并非赌气豪赌，躺在床上的几天，他已经把账算清楚了。饲料致癌本来就是乌龙，迟早会真相大白。他甚至调查研究过，类似这种谣言的澄清周期大约就在1个月左右。香港人每天要吃12万只鸡，这种习惯短期内是改变不了的。谣言一退，鸡市必然恢复，到时候市场上缺玉米，还得找他买。最关键的是，采购商的信用证额度仍在他手里，有效期还有30天。他要用这张还未撤销的信用证直接去粮库扫仓，这对粮库来说仍然是简单收钱的买卖。只要100天内自己能把玉米高价卖出，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就还能玩下去。那一年东北玉米丰收，商业部调拨指标有限，粮库账库，王石一次就要1.5万吨，立刻腾出仓容，比慢慢等计划调拨更划算。加上王石前期付款准时，货源很快谈妥。1983年9月，3万多吨玉米从各港口同时南下。王石每天盯着香港无线电视，期盼着辟谣的消息。可直到第一船货即将到货，香港媒体仍风平浪静。王石焦虑起来，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。他后来回忆称，最后那几天彻夜难眠，每天祈祷刮台风，把船打沉，好让我少赔点。然而台风终究没有来，货轮波澜不惊，准备进港。就在这最后时刻，香港多家报纸登出更正与辟谣，此前报道有误，鸡饲料无毒。消息一出，鸡肉销量迅速回升，饲料厂连夜补仓。那时候深圳市场上根本没货，一时间王石办公室的电话被打爆，玉米价格从680元跳涨到760元，3万多吨货被抢购一空。王石一战翻身，不仅弥补了前面的亏空，总共还赚了300多万。
这是他第2次发大财，一次靠政策，一次靠市场，干干净净，也许吧，但干净的惊心动魄。说到底，王石能干干净净的发财，首先是出身家持，铁路局的门路，省委的岳父，特区的牌照，普通人想摸到门儿都没有。但发财这事儿也讲技术含量，别人看见的是鸡温和风险，他能看见行情和周期；别人赔光跑路，他把乌龙新闻炒成了套利风口。能靠谣言翻身发大财的，倒也不多见。更厉害的是他收得快。1984年2月，王石做完最后一单玉米生意，金盆洗手。几个月后，全国贸易公司一拥而上，奔向深圳，玉米价格崩得比鸡还快。而王石早就抽身。1984年5月，他向省外经委打报告辞职。他是体制的宠儿，在体制的缝隙中发了财，最终却背叛了体制。随后，他走马上任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总经理，这家机构就是后来的万科。